在一个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公共支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还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但公共支出真的是国家的救星，还是一个无底洞，正在悄悄吞噬我们的未来？让我们从公共支出的本质谈起。公共支出，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公共目标而进行的各项支出，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国防、公共交通等领域。这些投资对于保障社会运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公共支出的益处是否就意味着无限制的增加就是正途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共支出的增加往往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或增加国家债务来实现，这两种方式都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过高的税收会抑制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过多的债务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影响其长期的财政健康。以挪威为例，这个国家通过高效的公共支出管理和合理的财政政策，成功的将石油收入转化为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挪威政府在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生活质量，还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减少了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反观一些其他国家，则因为缺乏有效控制和规划，导致公共支出成为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些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公共支出虽然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如果管理不善，就可能变成经济发展的绊脚石。那么，为什么各国政府还要采用这类政策呢？原因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公共支出是政府履行其职责，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手段之一。通过公共支出，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刻介入市场，调节经济，保障民生，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公共支出的成因及其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结合具体的国家背景、经济条件和社会需求来分析。但一点是确切的，那就是公共支出的管理和效率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公共支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实施这些政策前的经济情况，以及国家为何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通过具体例子的展示，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政策的背景和意义。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匮乏、高失业率、低技术水平和有限的工业基础。这个岛国缺乏自然资源，初期经济基本依赖于进出口贸易。面对这样的经济情况，新加坡政府认识到，要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就必须进行大胆的经济改革和投资。新加坡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增加公共支出，特别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政府意识到，教育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培养未来劳动力的关键，因此大幅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这包括建设新学校、引进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提供专业培训等措施。同时，新加坡还着手改善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网络、公共卫生设施和住房，以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另一个例子是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是一个农业国，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面对经济的困境，韩国政府决定实施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重点是提升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在基础设施、重工业、技术研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政策最终促使韩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经验表明，面对不利的经济条件，通过合理的公共支出政策，特别是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
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加坡和韩国政府的策略体现了对国家长期发展需求的深刻理解和预见。他们认识到，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增加财政负担，但从长远来看，这些投资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能够为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回报和社会福祉。这些实例不仅展示了政府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策略选择，也反映了公共支出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精准的政策实施和有效的资源分配，这些国家成功地转变了自身的经济结构，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展现了政府公共支出策略的力量。然而，公共支出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资金的投入量，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效率和目标的准确性。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支出政策时，需要有清晰的目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以确保每一分钱都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在新加坡和韩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些国家对公共支出的精心规划和严格管理，使得有限的资源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在新加坡和韩国通过公共支出进行经济改革与投资之后，两国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对比实施政策前后的情况，我们可以深刻理解这些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增长上，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人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升。新加坡政府在教育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使得这个小岛国迅速从一个贸易转口港发展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高科技中心之一。教育方面，新加坡的学校体系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之一，这直接提高了国民的技能水平和生产力。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包括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全球领先的港口设施，为新加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些变化不仅加快了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也极大提升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韩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通过对重工业和技术研发的大量投资，韩国成功地将自己建设成为了全球领先的电子产品、汽车和造船的生产国。这一转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将韩国推向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也更加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提高了国民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政策带来的变化还表现在国家的国际地位上。新加坡和韩国都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新加坡成为了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而韩国的文化输出，如 K-pop 和电视剧，也让韩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然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两国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精准把握和艰苦努力。新加坡和韩国都显示了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共支出，不仅促进经济发展，还能提升社会福利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案例。这些政策的成功，证明了公共支出不仅仅是财政支出，更是一种投资未来的战略。